制裁不行，提供武器也不行，西方到底在想什么呢？西方既穷，美财长承认失败，有人想下车，真相被乌克兰无意间的说中。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毫无疑问，俄罗斯这一年的战争没有白打，而西方在围攻乌克兰的问题上已经明显有点技穷了。对俄罗斯的第10轮制裁呢，没有在欧盟得到通过，而西方援助坦克的狂热也没有持续太久。本来乌克兰还想乘胜追击，直接推动西方给乌克兰提供战机，而泽连斯基和乌克兰防长呢，直接跑去欧洲卖惨，可最终也没有卖惨成功。这一现象呢，也表明西方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再一次陷入了纠结的状态。尤其是美国还想提醒乌克兰美国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就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特点。很显然，西方已经明确意识到呢，其给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在升级，冲突失控的风险也在随之扩大，而这不得不让西方变得谨慎，开始尝试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实角度来说，西方对俄罗斯的围攻是失败的，而美国财长也承认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呢，要好过西方的预期，所以在制裁俄罗斯没有取得应有效果的同时，自己还要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许多西方国家呢，开始产生了怀疑，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去制裁。然后呢，西方给乌克兰提供武器，试图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让乌克兰为西方而战，而让乌克兰阻挡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可现在的情况呢，乌克兰虽然打了一些胜仗，前期还有效逼退了俄罗斯军队，但仍然难掩颓势，并不足以成为西方抵御俄罗斯军事威胁的一堵墙。这也让不少西方国家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必要支持乌克兰，把自己为数不多的武器来送给乌克兰，以削弱自身战力的情况将安全交到乌克兰的手上。于是这也就出现了西方制裁俄罗斯不行，提供武器也不行的一幕，而西方陷入纠结的一幕呢，以及这一幕出现的关键，其实也被乌克兰说中了。很显然，之所以西方会陷入纠结，必然是其因为在西方的内部质疑支持乌克兰决定的一方，已经开始影响西方在俄乌局势中的决定。要不然呢，支持乌克兰呢已经是西方政治正确的情况下，西方可不会陷入制裁俄罗斯以及军事援助乌克兰的纠结状态。很显然，西方内部有些人想下车了。而这些国家的心思其实也被乌克兰无意间的说中。之前德国还没宣布提供坦克呢，乌克兰就嘲讽德国说德国不把坦克给乌克兰，那就准备在柏林郊外跟俄罗斯打。还真别说，乌克兰这番话呢，还真有点说到点子上。不少开始拒绝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不肯把武器送给乌克兰的国家还真是这么想的。正如希腊拒绝美国不肯给乌克兰提供 S-300 防空系统那样，希腊表示把 S-300 防空系统提供给乌克兰会削弱自身的国防力量。而有这一想法的并不只是希腊，要不然西方呢早就把战机提供给乌克兰了。这说明在全力支持乌克兰却没有看到俄罗斯军事威胁减弱的情况之下，西方更想把武器握在自己手上，这总比把生死交到乌克兰手上要强得多。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